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那我今天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啊，今天我特意请这个 Karen 跟我一起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视频，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必须要有她来帮我。那 Karen，你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 Karen。今我天是跟这个安利聊一个节目，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啊，顺对。便推广一下我们的播客。对Karen，她和我一起做一个这个播客，叫做“听俩北京姑娘闲聊”。所以呢，我今天就让她跟我一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关于我们两个人的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北京话。那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北京话跟普通话有什么样的区别。对，因为我当这个老师很长时间了，然后呢，其实很多的人他们跟我上课呢，其实一个目的就是他们觉得我的北京的口音可能是他们会来北京旅行，或者来北京出差呀，或者以后就是要住在北京等等。然后呢，希望可能有一些这个北京的口音能够让他们更好的了解这个北京的文化。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北京话跟普通话的一个区别，好吗？行，好的。好，那 Karen，如果我让你说几句北京话，你马上想到什么？我就想到了你刚才说旅行，外嗯国人来中国旅行，我去哪儿旅行？我觉得我可能要跟朋友聊天或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不太会说这个词儿，我就会说，哎，你上哪儿玩儿去？比如嗯，这两天是上哪玩儿？五一了嘛，这两对，天现在是暑期或者是五一黄金周呀，哎，你上哪儿玩儿去呀？去哪儿玩我可能会儿啊？去哪儿旅游？对，你看，有时候我会把去也说成上。你对，上哪儿玩儿去呀？玩儿去呀，玩儿去呀，这嗯，个就是又是一种。我觉得北京话它就是有各种的儿化音，它在发音上面有自己的特点，喜欢比较的弱读或者是吞音、儿嗯，化音，它的一些词汇有自己的这个特点，有自好，己可能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特点，一些语气助词吧，嗯。让它听起来这个话特别的俏皮有意思。那我们就怎么说呢？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吧。我觉得，因为今天我们就是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北京话不太了解，可能不太熟悉，所以我们在说一些这个例子的时候，可能我们要解释一下啊。对，就是说的慢一点，说的其实有点难，让北京人说的慢一点，就是很多的句子说慢一点，可能会有一点的难。但是我们今天去试试去解释一下，好吧？好。那第一个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说到北京话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儿化音，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你一般就是我看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们说很多的词儿，对吗？词儿啊，嗯。都是用这个儿化音。比如像最开始学习中文的一些人，他们就会说，哎，在这儿，在那儿，在哪儿啊，全都是啊。对，还有一些你觉得常用的是什么呀？常用的玩儿，玩儿，对对对，嗯玩儿好玩儿啊，这个不可能让我们说好玩，有点奇怪啊。对，比如像你后边的花儿啊，你后边的花嗯，真漂亮啊，这个花儿，对，一般都是比较小的、比较可爱的一些东西啊，我们会用这个儿化音。对，还有什么呀？我对，觉得，我觉得你嗯，刚才说了一个句子，就是今儿，哎，你刚才说天儿，今儿天儿挺不错的，你打算上哪玩儿，对吗？今儿天儿不错，你上哪玩儿去呀？你上哪玩儿去？对，说慢了不会说了。对，今天的天嗯，气不错啊，今儿天儿不错，你上哪玩儿去啊？你上哪儿玩儿去啊？你去哪儿玩儿啊？这样的一个，我你同声去哪？翻译，我给你翻译一下。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啊。所有的人在说到这个北京话或者北方的方言的时候，就是口音的时候，可能会马上想到的，这是儿化音啊。对，第二个呢，第二个你觉得？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你提到一个，就是很多的词儿啊，就是我们会把它本来是三个字，
3个字的，我们把它好像读起来好像是一个字，就是连着读。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派出所，派出所，派出所，派出所。你让我慢点读我也说不出来。就是第一个音是重读的，第二个音是轻读的，第三个音就是儿化音儿化音就是派出所，派出所，好像就是感觉好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词，但是呢，你在这儿听习惯了啊，就是可能你也就是虽然很多的这个中国人他们来北京呢是出差呀，或者是旅行啊等等，就是他能够明白这个意思，虽然他不会这样说，但是应该能够明白这个意思。这是它发音上边的一些特点吧。对，还有我们用好多的词啊，就是我们自己这边用的词，对吧？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对于你不是生长在这个环境的人来说呢，你可能第一点呢就是你听别人说话，那你先听懂，再自己再慢慢去学。但是可能有一些话，它有它特定的语言环境或者一些特定的一个背景，所以你还是真得是在一个地儿待挺长时间了，慢慢的去你才能习惯。慢慢的去习惯。对，对，就即使是儿，很多人呢，比如说他后来搬到北京住来了，也加了很多的儿，你听他是不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就是他这个儿用的对不对？比如说在北京，它有很多的地名儿。就比如说北京那个二环上，东直门、朝阳门、建国门、西直门这些门是不加儿的。那有一些人呢，外来的一些人，比如说他会加这个东直门儿或者加儿，你就知道这是不对的，他肯定说的不是特别的地道。那有一些门儿呢，比如说大红门儿这种的门儿，它不像是二环上这种古代它是军事要塞比较重要的地方，是比较官方不加儿的。那它这种比较的有市井气息的大红门这些市场的这些地儿，它是可以加儿的。所以它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所以还是要慢慢的去融入这个地方的这个文化，你就会慢慢的去理解。我觉得，对对，这个我觉得特别是有这个口音的话，那你可能真的是需要在这儿待的足够长啊，还要有这个环境。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比如像北京人有一些这种，不只是这个发音的，它是有很多这个，就是像我们这个很有特色的一些词啊，比如像我们说那个北京人说，特别棒，真棒啊，我们会用倍儿棒，倍儿棒。对，就是真棒。呢，比如像这个天儿啊，忒热了，今天这天儿忒热了啊，就是太热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像我们这个词，可能它就不是一个特别常用的，或者比如像其他的一些城市的人来到这儿，他可能会听得懂，但是可能不会这样去说。对对，它的一些词的一些用法吧，我觉得就是有它自己的特色。就是比如说你别管了，我们说你甭管了。对，甭管了啊，甭管了，就是不用管我啊，你甭管了，你不用待着去吧，你赶紧的，对吧？赶紧对的，对对，对，你快点儿，你赶紧的。就是有的时候想，说这句话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这个汉字啊？不过还真的是我们说的大部分的这种就是当地的这个方言什么的，还是有能够找到汉字的，能够对应汉字的。对，就是我觉得刚才我还在查一个词儿，我常说的一个词儿就是架不住。架不住。你架不住，管不住嘴，能吃啊，对吧？那你赖谁呀？你胖了，对，有一个人胖了，说，哎呀，我最近怎么又胖了？那个凯人说，你架不住吃那么多东西啊，那对，嗯，我就是在想这个架不住，因为我要解释它架不住是什么意思，我可能一时半会儿不知道咋解释。我还刚刚查了一下 ChatGPT，架不住怎么解释？那他怎么说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的各种的诱惑，架不住。对对，你说你这样你说。说了，但是你想不起来它到底是啥意思，你咋解释？对，就是你一说，我能明白，我们也不会想一想，这个词到底怎么样去解释啊？就是这个就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方言啊，对方言的特色。OK，我们那第三个就是第一个是发音，第二个是我们用很多的词儿，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你刚才说的有很多的这种语气词，是吗？我觉得它的语气词就是用的比较多，它通过这些语气词吧，可能
更能表达他当时的一种情绪吧。当然，这在普通话里也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可能是北京话它有自己的一些语气词儿，可能他自己这么着表达比较舒服吧。对比如你常你说，说的那个就是得嘞，得嘞，得嘞，对吧？对，你说得了您嘞，就有时候这样说，或者你嗯，说得嘞得嘞得嘞，有时候这个嘞还发一声，得嘞得嘞，就是表示别说了，打住打别说了，就哎，对对对，打住，停吧。对对嗯，对对，对对，够了够了嗯啊，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词，但是不同的语气也表达不同的意思啊。对，还真得嗯。有不同的这个情况去分析一下。嗯，对。还有什么？您吃了吗？您呢？吃了吗？您呢？对吧？这样，这个您吃了吗？您吃饭了吗？但是呢，他非得用一个那您，他放在后边，然后是您吃饭了吗？是您吃了吗？您呢？用了另外的一个这个语气词啊，对，就是表示挺随意的，挺随便的啊，这种没有那么正式的一种感觉。对，对对，即使是同样的两个字儿，它可能在不同语境上能表示它的不同的一种心情。我有的时候我能感觉出来，就是北京人他是有，就是他的这个方言啊，这个口音能表示这个北京人的性格。其实我是觉得有很多的话，你用其他的这个就是普通话，你表达不出来那个劲儿啊，就是那个意思。比如像这都不是事儿啊，我觉得我们经常说这个，这都不是事儿，或者这都小事儿，没事儿啊。对，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哎，什么都不重要，什么对我们来说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就是特别随意的这个感觉，就是这个劲儿，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嗯对，好，我们最后的我再简单的问你一下啊，就是北京人特别喜欢用您，对，这是我们这个今天的最后的一个话题，就是对你来说，这个您，你一般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因为我们一般就是我的学生都会说，哎，你好，您好，这个是会更有礼貌的。我觉得北京人用好多的您呢，在生活中，对吗？对，我觉得您是代表有礼貌的一种尊敬的一种称呼，但是北京人呢，他会觉得无论这个人比我大、比我小，他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儿吧，我觉得他更喜欢用这个您，陌生人也喜欢用您。对，我觉得从这一点上表达出他这个语言上对别人，即使是陌生人，也是一种尊重的这种用敬语来说的。对对，就是比如像我接电话的话啊，有人给我打，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就说，哎，你好啊，对，就是反正你用您肯定是比用你会更有礼貌、更客气一点。那你用您的话肯定是没有错的啊，对。但是呢，一般朋友之间，像我们之间的话，一般都不会用您。但是像我一般跟家人的话，正常像我直接跟我父母来说话的话，我一般都会用您啊，对，这样的就是对，特别多。如果朋友之间要用您的话，那一般就是讽刺了，讽刺，讽刺对对对对对，句话。对，就是我要跟你保持点距离啊，你离我远点啊，这样的感觉是吧？对，或者是您就是，比如说我哪儿有您钱多呀？咱们要上哪儿玩儿去，对吧？对，就就是是我没有你钱多，哎，你不要，就是北京人一般还是有这个语气的，就是总是说相反的这个意思啊，对，这样的。您多高明啊，就这样。您多聪明啊，对吧？这样的感觉非常好。嗯 OK，好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把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北京话跟普通话的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几个区别、几个点，我们说出来了。我觉得希望可以让大家更了解一些这个北京口音的一些特色吧。这个北京话确实是代表了这个北京人的性格，对吧？那也是一种文化的反应。那我觉得就是没有说什么是最好的，或者是更好的。那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不同的这个地方、不同的文化，也可以更好的去帮你了解这个中国的文化。如果大家啊，你说我感觉你这一期语速比较快，我吗？提高一下大家的听力啊，听不懂的哪儿听不懂，在评论区再问安妮啊。可能我们刚开始讨论的时候还要想我们要放慢一点儿语速，对吧？
但是可能我们一聊起来就忘了。对，尤其是说到这个北京话的这个话题，就感觉哎，有嗯好多想说的东西啊。对，那嗯我跟 Karen 呢，我们两个人有就是同样的这个北京话跟普通话的这个话题，我们有另外的一个播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频道里听俩北京姑娘闲聊。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风格、我们的这个特色你很喜欢，还有我们的这个北京话和北京的这个劲儿啊，你很喜欢的话，那你就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个播客。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播客《听俩北京姑娘闲聊》。好的。好，那欢迎 Karen 今天来我的频道做客。那我们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这儿做节目。好的，那今天就到这儿。好，感谢大家。好，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